上回书说到，湘北与海南争夺全国大赛参赛权的角逐战爆发，创下连续16年打进全国大赛辉煌纪录的王者海南果然名不虚传，来势汹汹。湘北与海南的开局非常激烈，而全场首先得分的是海南的新秀青田信长。青田顶着樱木的封盖，用出一个非常灵活的单手背扣，率先拿下2分。接着赤木、樱木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湘北将比分咬得非常紧。海南教练高头准备针对棘手的樱木使出一些手段，海南队叫了暂停。樱木一回到休息席位上，立即迎来了四眼哥的怒赞，搞得樱木更得意了。高头教练问阿木：“你觉得湘北怎么样？不愧是打败襄阳的队伍吧？”阿木非常佩服地说：“那5个人非常厉害，特别是在篮下的时候。”高头教练一斗折扇，微笑着说：“那就把樱木赶出去吧。”高头教练启动了专门针对樱木的秘密武器——公益一番，用1.6米身高的公益替换了1.89米的黄牌射手阿神，并特别交代公益去盯死樱木。公益是海南的3年级学生，身高160公分，体重42公斤，比宫城还单薄，看上去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伙没有任何比赛经验，这一场比赛是他第一次出场。海南大附属的篮球队以质跟量都多得惊人的练习而闻名，每年春季各中学的优秀球员都因向往这座篮球界的名门学校而进入海南，其中有一大半的人都在第1学期就放弃了，1个月以后又有一半的人退出，经过1年的苦练还能留下来的据说不到2成。公益是篮球初学者，但是他留下来了，所有的队友对他都有着深厚的信赖感。比赛开始了，公益一上场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家伙运起球来像个长短脚，看上去又单薄又弱鸡，真的搞不明白海南为什么换下了主力阿神，派这种人上场。攻城出动去试探对手虚实，结果发现公益的球非常好抢。测试的结果就是这个眼镜仔运球一般，跑得很慢，个子又小，根本没什么能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眼镜仔公益特意去防守樱木，以自己160公分的身高阻挡樱木189公分的身高，这还不算樱木的弹跳，乍一看就好像一个大人在欺负孩子。海南是认真的吗？赤木特意瞄了一眼高头教练，高头教练一脸淡然，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中。樱木当场就火了，海南怎么回事？居然派个小蒜苗来防守我！要知道之前和我对线的都是翔阳的花形、林南的鱼柱这种角色，这个小蒜苗是什么意思？公益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吵死了，有种就过来吧，有种就从我手里抢球啊！”樱木怒目而视，吓得公益一哆嗦。樱木拿到球后咆哮着起飞，直接在公益面前冲篮。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公益既不跳也不出手干扰，就站在原地看着樱木起飞。樱木愣神的功夫，出手的球打在边框弹了出来。这就是高头教练的战术，他给公益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竭力的去挑拨樱木，不需要费力去防守，只用语言攻击和眼神攻击就可以了。不得不说，高头教练确实有2把刷子，短短10几分钟，他又看出了樱木的弱点。樱木是那种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对手越强，他越能专心对付。面对花形和鱼柱就是这样，如果对手不强的话，他就没有超越平时实力的能力。在高头教练看来，樱木的弹跳力和抢篮板技术纯粹是迷惑人的，不管他的运动能力有多好，终究只打了3个月的篮球，根本就是个外行人。镀金开始脱落了，樱木在篮下连投3球不进，节奏彻底乱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大灌篮，大概是在跟自己较劲，越不进越要投。海南青田抢到篮板，将球回传展开反攻，很快海南就将比分拉到了10分的差距，湘北彻底陷入苦战。樱木气喘吁吁，越打越没劲儿。三井走过来拍了樱木一下，振作起来，不要被人看清了。轮到湘北进攻，三井高声给队友打气，不要去管那个15号，把他的分转移到另外4个人身上就行了。现在阿神下场，我们如果继续输的话就不好玩了。观众席中有人吐槽樱木搅场子，如果没有那个红头发的10号，湘北还是有点看头的。高公望一听就火了，站起来就要揍人。我的樱木只有自己人才可以吐槽。樱木很着急，拦住新星队长，问他能投进球的方法。赤木也没辙，如果用嘴说就能让你投进球，我早就告诉你了。海南阿木断球，将球传给了小蒜苗公益。湘北如三井所说，去分散防守其他人，主要盯紧阿木，放松了对公益的防守。他们小看公益了，这个家伙出手就是一个3分球。虽然是新手，但好歹也在海南集训了3年。目前的海南阿神是3分射手第1，公益可以稳坐3分射手第2。公益进了3分球后，将目光转向樱木，来吧樱木！樱木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小东西在樱木眼中像个苍蝇，他不咬人，但他恶心人啊！樱木急切地想在新星队长那里得到投篮的秘籍。赤木也意识到，如果放任樱木不管，他会成为接下来10分的漏洞。但是现在短短几分钟内学会投篮是不可能的。赤木一把揽过樱木，听着到了篮下就设法灌篮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樱木领会了其中的精神。在拿到球的时候，他不再和宫义置气，起身就在他头上暴扣。不远处的阿木看着樱木的意图，扑过来直接打手封盖。阿木犯规，樱木罚球，投篮可以，但就是不给你灌篮的机会。海南将樱木逼得死死的。罚球是樱木最痛苦的时候，明明无人防守，此时得分那么容易，但就是得不了分。赤木临时指导樱木投篮方式，肩放松，活用膝盖，不要只靠手腕。樱木看似懂了，结果不出所料，2罚2不中，不仅不中，还3不沾，被裁判吹了个违例，由海南发球。阿木低声指导宫义活用砍杀战术，如果樱木投篮不要去管他，但只要他在篮下灌篮，就算犯规也要阻止他，将他直接送上罚球线，因为他是绝对投不进罚球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樱木已经成了湘北的气氛带动者。樱木虚，湘北整体的士气也跟着下滑了。高头教练得意极了，他应该还有很多弱点，全部暴露出来吧，樱木。那时你就无法留在球场上打球了。湘北已经好几轮没有拿到球了，宫义出手即得分，准的一批。海南很快将比分拉开了15分的差距。安西教练终于坐不住了，起身叫了暂停，将樱木换下，木木代替樱木上场。这也是安西教练的亡羊补牢之计。为了避免樱木暴露出更多的弱点，他必须暂时将樱木藏起来。海南也针对性的换下宫义，另一个不知名的替补球员登场。这一局由海南臭屁王青田对战流川枫。青田一对上流川枫就使用了被动技能嘴炮攻击，别以为大家捧你是超级新星就得意忘形，那是因为你在湘北，如果在海南的话，你连正式球员都当不上。流川枫心中的一根弦被拨动了，球传到了他的手中，他准备吊打这个臭屁王，一个比一个废话多。这时候，细心的小伙伴们发现，流川枫的应援团队伍突然壮大，之前只有3个人的应援团突然漫山遍野，声势浩大，都快赶上5元的女子应援团了。今天看着流川枫默默运球，嚣张的笑道：“只有1流的后卫才有可能突破我，你运球那么高，完蛋了。”青田扑过去断球，流川枫轻松的一个背后带球将青田晃了过去。青田不服气，转身扑倒流川枫，裁判赏了他一个防守犯规。青田不服气，今天非要和流川枫比出谁才是篮坛的 No.1 新人，纠缠流川枫不放松。流川枫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只觉得这个时候比樱木还要吵闹，讨厌的很。流川枫晃开青田，进入3分线内直接出手，为湘北挽回了2分。高头教练看着流川枫陷入沉思，估计又得想办法搞流川枫了。海南反攻，武藤正篮下强开，结果球打在篮筐上弹了回来，湘北有机会了。赤木从高山面前抢到篮板球，再次将球传给了流川枫。赤木对这场和海南对决的执着和信念无人能比。从1年级的时候，赤木就开始无数次在脑海中描绘和王者海南厮杀。今天梦想成真，赤木绝对不会放松每一个球。流川枫拿球进攻，海南迅速回防，青田粘在流川枫身后贴得非常紧。流川枫瞥了一眼青田，直接强行上篮，这个距离和弧度根本进不了。不过篮下有赤木坐镇，篮板球不用愁。樱木在场上的时候虽然可以有效控制篮板，但球绝对到不了流川枫手里。赤木控篮板就不一样了，流川枫可以放轻出手，然后再找下一个机会。赤木这个篮板抢得非常霸气，就回到流川枫手中，流川枫轻松得分。这时突发意外，赤木落地时踩在了阿木的脚上，扭伤脚踝摔倒在地。因为在抢篮板的时候，阿木和赤木一同起跳了，所以这里阿木的垫脚行为应该不是有意为之。不管怎么说，以赤木的体重遭垫脚，大概率是重伤了。有一种疼叫看着就疼，赤木伏在地上，疼得浑身发抖，半天都无法动弹。裁判暂停了比赛，众人围过去一看，赤木的脚踝肿得像一块馒头，难怪这个彪形大汉疼得直哆嗦。这下子赤木应该没办法继续比赛了。湘北的篮板面临缺失，不仅是篮板，而是少了一个多位置的主要战斗力。木木求助的看向安西教练，安西教练点点头。湘北换下赤木，樱木重新归位。在比赛继续开始前，樱木请着赤木回去休息室，湘北队员们面露难色。好不容易有了进入全国大赛的机会，精神支柱队长却发生这样的事情。流川枫双眼紧紧盯着比分，还差11分，不管谁下去了，老子也要争回来。高头教练看着赤木离开的背影，心中一喜，这是个机会。湘北群龙无首，失去了精神支柱的他们，士气一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湘北这支经验不足的年轻队伍，这是个拉开差距的机会。才子希望赤木能安心养伤。一般来说，垫脚受伤很容易造成骨折，就算不骨折，也会对骨头造成影响。赤木却坚持用绷带把脚踝绑起来，继续上场拼命。樱木，你快回到场上！樱木应了一声，转身离开。赤木让才子拿来绷带，才子厉声道：“实在太乱来了，脚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比刚才还要严重。我要上场，不要管那么多，给我包起来。骨头断了也好，不能走路也好，这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呀！”赤木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他进入全国大赛最后一个夏天了，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门外的樱木为之一振，大喊一声打倒海南，然后奔向赛场。比赛开始了，安西教练叫住樱木和流川枫，语重心长地说道：赤木不在，禁区就要靠你们两个了，你们两个要合力死守篮下。说着，安西教练拽过两个人的手，强行撮合在一起，樱木差一点崩溃，我靠，手要抽掉了。流川枫赶忙掏出毛巾，使劲地搓，糟糕了，白痴这种病不会传染吧？樱木一上场就断了青田的一个中传，流川枫趁机补刀，这么简单就被接走，大笨蛋！樱木看准奔跑的四眼哥，直接个长距离传球，四眼哥拿球直接上篮，青田追上去在空中截下四眼哥，流川枫紧随其后拿到球，不忘嘲讽一句：传得好啊，这一球我的了。流川枫上篮得分，湘北与海南的差距缩小到了30-39。赤木的缺席动摇了湘北的信心。对于湘北而言，赤木不在所带来的影响不仅降低了得分力，还降低了防守能力。赤木在篮下有一种超出高中生的压迫感，对对方球员而言是个威胁性的存在，即使对方是海南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守没有赤木的篮下空档，默默的竭力的鼓舞大家，三井心里有些打怵，没有赤木，只靠我们对付海南，老实说恐怕会是一场苦战。樱木沉喝一声，大家不要担心，大猩猩一定会回来的，大猩猩的空位由我来填补。赤木的执着和信念激活了樱木，受赤木感染，樱木立誓要代为死守篮下。这一刻，樱木终于成熟了。